么？这是对于政治的一种最大的挑战。那么同时呢，金庸先生写到什么啊？写到这个韦小宝写到这个在这个《鹿鼎记》当中最大的、最为他人敬仰的一个传统的侠士的代表，叫什么名字？有没有同学记得？天地会，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陈近南很好，陈近南为人不识陈近南，便称英雄也往来啊。那么这算是什么样的啊？全书最伟岸的一个正面人物、正面形象的代表，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要反清复明啊！但是这时候怎么样啊？这样一个武功高超、忠肝义胆的人，最后这个人的下场是怎么样？死无葬身之地。最后这个人下场是什么？最后这个人死在什么人的手上？他死在这样一个最伟大的英雄人物，他死在一个传说最窝囊的一个这个官二代郑克爽他的手上，最高贵的人物死在那种最卑贱、最无能的人的手上，这是一种侠的终结。未来的世界是康熙的世界，是韦小宝的世界，那唯独不可能是谁的世界啊？陈近南这样的侠士的世界我们现在如果有机会问一下金庸先生，说你的书里边到了《鹿鼎记》，你觉得是像陈近南这样的人给社会做的贡献更大，还是像康熙这样的这个明君对这个世界做的贡献更大？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力量有大有小，但每个人如果能做到正确的事情他们都可以称上是侠士。康熙做的。那么我们大家看到，这就是这个金庸先生的一个转变到了《鹿鼎记》的时候，他意识到这个人是满清的皇帝，还是天地会的总舵主，都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什么？维护社会的稳定，维护老百姓安居乐业的生活，这是最关键的。这个时候，金庸先生已经到了这个想法的时候，武侠小说走上了它的顶峰。也要走向他的什么？走向他的终结了。未来历史再也没有这些侠士们的立场，你要么就怎么样了？要么就做统治者的这样一种这个工具，去为他们一个更稳固、更安定的社会去服务；要么呢，就像陈近南那样做那种徒劳的努力、法外狂徒最后死在那些窝囊废的手上。那么这就是武侠小说必然的一个终局。写到这里，实际上已经无可写了。那么，在金庸先生的身上我们大家看到他的对于中国传统的这样一种文化的一种吸收儒家的道德义务这种佛教的一种这个看破红尘，这个道家的一种潇洒超越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大家又看到金庸先生刻画的最动人的那些人物，永远是那些怎么样超越一切无视一切的那些现代的英雄。在金庸先生这里的兴起那么恰恰诞生于大家看到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这短短的20多年之间，这是一个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开始接轨、开始碰撞的年代这是一个中国的古典传统和现代的这样的思想之间对峙、对立的时代我们可以在金庸的小说当中看到像传统文化的那种捍卫者，像郭靖这样的人物我们也可以看到那种这个挑战的传统的权威标榜一种对于传统的挑战、质疑的那些精彩的人物形象，比如说像杨过、
我们还能够看到那种否定之否定最后的这样一个绕了一圈螺旋式上升的那种成熟的形象。比如说像16年之后那个更像郭靖的杨过。所以金庸先生的适逢其会他的幸运就在于他的创作，他的思想源于古典文化和现代文化两者之间的一种对峙。那么那个时期的人无论思想再怎么前卫，再怎么反叛，他们毕竟怎么样？毕竟是从传统文化当中脱胎而出的，他们见识过曾经完整的那种传统文化的庄严肃穆他们一方面感受到传统的伟岸，另外一方面感受到未来理想的一种饱满。那么不像现在我们再怎么样努力要想去复古，我们去研究国学我们只能在这种残篇断简、破碎的符号当中去载浮载沉了。但是金庸先生当年的传统是一种生命之学，理论永远是灰色的，但是生命之树才会长青。所以金庸先生的小说和那个空前绝后、承上启下不可复现的那个时代，20世纪下半叶这个时代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现在时过境迁同学们当然可以说金庸过时了没有关系那么我们当然完全明白金庸先生的过时这是一种必然，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现代。但大家可以思索一下，现代永远是一种什么？不确定。非常好。现代不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而是一种哲学上的原则。现在缘起于我们和古典之间的一种对立。那么，只有这种古典越是庄严肃穆现代的思想的一种卓然奋发，才越会怎么样饱含生命，发黄奋扬。那么在现在我们发现，当人们抛弃掉古典，抛弃掉自己的传统之后，抛弃掉自己的来时路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什么分裂琐屑的一种眼前。当我们看到这个技术与道德之间的分裂所有的人变得像什么变得像就像《笑傲江湖》里面那种剑宗气宗的人一样，狭隘而偏执。那么像刘慈欣笔下的这种人物一样大家考虑的只有什么？考虑只有怎么样活下去，怎么样生存下去大家读过刘慈欣先生的小说？刘慈欣三体我们在纠结于生存的问题，而不再去考虑什么价值和文化、道德和义务的这样一个选择。那么，所以我们最后问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觉得武侠小说它里面刻画的这种武功各种各样的这种剑法内功各种各样的秘籍武功为什么要用这样一种题材来传达出金庸先生的这些对于人生、对于哲学、对于时代的一种思考呢？我能不能像这个琼瑶一样，我写个爱情小说？他不擅长谈恋爱。不像他那样谈恋爱他不擅长这种东西，在这个金庸先生的这种塑造的这个境界当中，它有什么样独特的意味？那么很简单武功它不像金钱，不像权力，它不是身外之物，而是一个人的什么？而是一个人的身心本身，发自肺腑，
就金钱可以交易，武功是怎么样的？武功是做不了假的啊。那么更加还是一种我们今天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里面所说的异化啊。金庸先生经常说，一个人要怎么样啊？他要练内功，就要用个人的这样修养素质的积淀啊，才能驱使这个外界神妙的工具啊，才能抵御外界纷繁错杂的这种政治的变化啊，才能驾驭得了这样一种科技啊。所以，一个人的身心强弱啊，他和这个正邪善恶啊，实际上关联不大。它关系到的是一个人的生命是否舒展啊，是否自由。那么亚里士多德说过，每个人都有求知的一种本能的欲望啊。孔老夫子说，求知、求学也分什么？孔老夫子说：“古之学人，有没有同学记得这句话？古之学人为己，今之学人为人。”什么意思呢？就讲古人的学说啊，是从自己的身心性命出发的啊。现代人求学呢，只是随人抚养，听别人的在课堂上叨叨叨的那些知识，到时候白纸黑字写在试卷上拿点分数而已，这是为人之学。古人的学问啊，是为己之学，解决自己性命身心的疑问。那么我们大家想到，这个在武学当中、武侠当中，同样也是如此。生命一旦遇到这种为己之学，心随意转，情不自禁，你想不练是不可能的。啊，令狐冲碰到独孤九剑，他不练怎么可能呢？啊，张无忌碰到九阳神功，郭靖碰到降龙十八掌，这种武功跟他们的性格、跟他们的性命、身心是怎么样的？合二为一的。段誉碰到六脉神剑，啊，这个东方不败碰到什么？葵花宝典啊，这是必然之间的这样一种联系。所以不练不可能，练了不用也不可能啊。我们发现这是人的身心的一种异化啊，人的身心的一种内化啊，一种潜能的一种开掘和发展啊。所以我们现在明白，武侠小说这种艺术啊，它确确实实啊，体现了艺术的一种本质。它塑造的这个世界不是真也不是假啊，不是真实，不是现实，也不是幻象啊，它是一种什么？它是一种梦境。大家有没有读过弗洛伊德的一篇文章《艺术家与白日梦》？有没有同学读过？艺术作为一种白日梦，不是模仿生活，也不是超越生活，它是以一种既相合又相反的方式重组的一个世界。什么意思？大家想到镜中的你，一方面跟你自己是一模一样的，但另外一方面，镜子当中的你跟你现实当中的你是怎么样的？相反的。镜子当中你的左边是现实当中你的右边。那么正是因为现实当中，大家想到，比如说现实世界，像令狐冲这样的人会怎么样？会一事无成啊，会被整死的。现实政治它会惩罚那些傲岸不群的人，它会惩罚那些生命力旺盛的人，它充斥着一些逆向开看、压抑、扭曲的那种，像尼采所说的奴隶性的道德啊。这个在现实世界当中，大家想一想，如果金庸小说里面的那些人物穿越到现实里面，混得最好的会是哪些人？岳不群。岳不群很好，岳不群、左冷禅，谁呀？全冠清啊，陈友谅，这些人往往是混得最好。那么正是因为这
样武侠的世界才更让人神往啊。那么这个一曲《笑傲江湖》啊，才成为了艺术当中的这个绝唱。那么我们大家看到金庸先生的时代呢，金庸先生的一种时代啊，正像这个傅雷先生所说，一个人孤独的赤子孤独的，他会创造出一个什么？傅雷先生说啊，赤子孤独的，他会创造出一个世界啊，他会创造出一个精神的艺术的世界。那么，就像我们大家看到，在我们那个读书的时候，除了金庸先生的书畅销之外，还有一个作家的书也很畅销，叫王小波。有没有同学读过他的书啊？有没有同学读过？王小波先生当时有一篇散文叫《我的精神家园》，大家听过这个名字没有？我的精神家园。那么不像我们现在，好像同学们会说我的精神角落啊。那个时候知识分子啊，可以堂而皇之的认为，一个人有他的书，有他的音乐，有他的思考，我就有我的精神家园。这个家园是栖息于什么？栖息于一个精神艺术的世界当中的。那反过来说有一个家园，就必有一个世界啊。那么这样一种真幻合一恰恰就是艺术最大的一种价值。我们看到《笑傲江湖》里面刘正风大家听说过这个人吧？这个《笑傲江湖》里面，这个《笑傲江湖》这首曲子的作者这里随便多说两句大家像金庸的武侠小说呢，改编成影视作品的不少但是其中我觉得最好听的两首主题曲一首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难念的经》这个是《天龙八部》的主题曲这首曲子好听在呢，它的歌词很好的概括了《天龙八部》全书的主旨少女我枉发光心系爱竹那镜花般美丽这大家有兴趣可以听一听。但是以这个意境而论呢，这个以前电影版的《笑傲江湖》的主题曲可能就更高一筹，叫《沧海一声笑》大家听过吧？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那么在电影当中呢这个刘正风在唱这曲《笑傲江湖》之前，他和他的好朋友高山流水的这个知音许阳两个人商量说这个两个人那时候已经穷途末路了身受重伤两个人合奏了一曲这个《笑傲江湖》刘正风说呢，这个世界上有过的这一曲你我已经奏过了这一曲，那么人生于世夫复何求那么这就是一种对于艺术，我觉得终极的价值的一种追问这个时候，刘正风已经说出了金庸先生他所认为他的武侠世界最终极的一种哲学。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要有艺术？艺术到底是为了什么？它不一定是为了政治，不一定为了道德也不是为了艺术的本身，它就是为了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此事此人，就是为了独为此事那么艺术当中很多瑰丽缥缈的意象，那么他们都在肯定这种艺术价值的一种价值，这一个艺术世界的一种艺术世界的价值。那么金庸先生写作的时候和古龙、梁羽生呢号称3剑客。那么
但是这些武侠小说这些名号只不过是皮相。那么对于金庸先生他们这些高手而言呢，武侠呢也不过是偶然拾取的一种比喻而已。那么大家想到金庸先生封笔的那个时代，70年代到我们现今金庸先生的作品最热的这样一种阅读的热潮呢，大概30年的时间，从70年代一直到2000年左右，伴随着大量的影视作品的这样一种改编拍摄在这个整个的华人文学界构成了一股风靡的席卷风靡的金庸热潮。那么那个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全球开放全球化的一个开放时代。那么现在我们回想起来呢，那些正邪之分政治上的暗喻政治上的这样一种立场民族的身份都不过是狭隘之见。那么值得称颂的只有那种舒展自由的一种生命的情怀。所以现在金庸先生已经仙逝驾鹤仙去。那么世间呢，空留这些大家这些璀璨的故事。我还是很羡慕大家有一双什么没读过金庸先生作品的眼睛有这么多精彩的故事可以供大家以后的享受。那么，但是真正的艺术它不同于凡物，只要存在，它就一直会存在的。那么金庸先生的世界呢，也构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内心世界。那么这些世界，我们这一代人的内心世界、精神世界、精神的家园，也融入了、影响了大家现在共在的这样一种精神世界。所以但愿呢，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来日方长我们后会有期今天的演讲呢就到此为止。